画卷上是一名青年男子，一头黑发散落而下，面容硬朗，给人一种拒人之千里的冷漠感，但双眼却有些柔和。楚风看到他的第一眼，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认真观察后，却又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此人。楚风记忆力极好，他见过的人几乎能够做到过目不忘，所以这很奇怪，不认识的人又怎会似曾相识呢？此时，小鱼儿和仙海少羽也在认真观察，越是观察，仙海少羽的眉头皱得越紧，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妙之事，于是看向战茉莉，他就是那个攻打你远古战族的天龙境界灵师，是他。战茉莉应道：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像是个小辈。仙海少羽这话倒是不假，从外表来看，这位确实非常的年轻，与楚风和仙海少羽看着差不多，都是青年模样。紧接着，小鱼儿也是问道：他该不会就是小辈吧？仙海少羽和小鱼儿之所以这样问，并非是胡乱猜测。修武者不仅有感应力，很多时候直觉也很准。其实这种直觉也是与自身经验以及异于常人的感应力有关。说是胡乱猜想，但其实也有一定缘由。而这个人让楚风三人同时有了这种直觉。三位少侠放心，虽然此人看着年轻，但他不可能是小辈。如楚风少侠这般踏入真龙界灵师之列，已是闻所未闻。怎么可能有人在小辈年纪就踏入天龙界灵师之列？倘若真有这种人，那将是何等人物？其背后的势力，怕是一只手就能碾碎我远古战族了，又何须如此麻烦？远古战族那位长老叹道：这位长老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我楚风兄弟也许要不了几年就能踏入天龙界灵师之列，并且以他的天赋，天龙界灵师绝对不会是他小辈年岁内的终点。仙海少羽说道。那远古战族长老看了看楚风，又看了看仙海少羽，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换作以往，他会立刻否定仙海少羽的观点，可现在他不敢了。正常来说，楚风这个年纪也不该是真龙界灵师，毕竟真龙界灵师可是很多人倾其一生修炼数万年都未必能够踏入的境界，可楚风却在短短几十年便做到了。但话说回来，万事都讲天赋，修武一途更是如此。自古以来，所有被传颂的大人物，没有不是天赋异禀之辈。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因为寻常人努力一生也做不到的事，天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也能接受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毕竟历史和传说总是要有新的人来打破。他又看了看楚风，甚至也认为，也许楚风有朝一日，眼前的年轻人真能以小辈之姿踏入天龙界灵师之列，那将是何等场面，必将被世人铭记传颂。想到这里，那老者竟不由自主感叹一声：你说楚风少侠能以小辈之姿踏入天龙境，老夫倒是相信，可楚风少侠的天赋，当代绝无仅有，老夫不相信真的有人的天赋能与楚风少侠并驾齐驱。这个你倒是说对了，我楚风兄弟的天赋确实绝无仅有，但天下之大，天赋强大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只从天赋来看，强过我兄弟的未必存在，但接近的也许大有人在。这是仙海少羽一直以来的观点，他很自信，但也不会轻视他人。他始终觉得他能有这样的天赋，其他人也可能有这样的天赋。后来他妹妹的出世验证了他的观点，楚风的出现更是加强了他对这一观点的确定。世界之大，他们都未能窥探全貌，谁就能确定是否就没有更可怕的妖孽天才存在？对了，少羽公子、鱼儿小姐，既然出自仙海鱼族，你们的修为想必也是极高的，只是一直未曾见你们展露，不知可否透露一下？我真的有点好奇。战茉莉此话一出，那老者也是露出好奇目光。其实他也很好奇，这两位来自仙海鱼族的少爷小姐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他们的茉莉小姐和牡丹小姐乃是远古战族当今最强小辈，也是被誉为将带领远古战族重塑辉煌的天才。可谁曾想，遇到了楚风这个妖孽，一下子被比得不堪入目了。但是比不过楚风，若能比过这两位，倒也能够寻得一些心理安慰。毕竟仙海鱼族可是整个修武界公认的强大势力，隐藏修为只是一种习惯，倒也没有故意隐瞒的意思。茉莉姑娘想知道，自然不成问题。仙海少羽淡淡一笑，旋即将其修为释放而出。少羽公子，你……这一刻，战茉莉与那老者皆是目瞪口呆，他们能够感受到仙海少羽的修为乃是二品真神，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仙海少羽的修为竟比楚风更为恐怖。这位也是妖孽啊！我在我族只能排到第二。仙海少羽话落，看了一眼小鱼儿，可小鱼儿却瞪了他哥一眼，这才对战茉莉道：别听他扯，我与他修为一样。战茉莉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因为小鱼儿说的简直不像话。一样怎么好像很一般的感觉？这像话吗？一样说明他也是二品真神，如此年纪，二品真神，而且怎么看小鱼儿都比他小很多，这让他感觉自己已是配不上天才之名。这如今的修武界已经这么恐怖了吗？那老者感觉他的世界观都崩塌了。原来楚风不是个例，这三位小辈没有一个是凡类啊！
茉莉姑娘，刚刚听你们交谈，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那就是你远古战族已与外界失联许久，你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对吗？楚风问。是，我远古战族先祖离开时，不仅为我远古战族留下了9大秘籍传承地，还留下了强大的守护阵法。只是大概于2000多年前，我远古战族的守护阵法不知何故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我族人都被困在了此地，不仅无法出去，也无法通过阵法看到外面的情况。刚刚你看到的李长老等人，他们当年原本是恰巧在我族领地附近修炼，并不知道我远古战族的存在，只是防护大阵变化之后，他也被困在了此地。后面我族需要他们帮忙，他们也才得知我远古战族的存在。战茉莉讲述道。既然是防护大阵出现变故，那你们出不去，外人必然也进不来才对。楚风说道。正常来说是如此，可楚风少侠，你们不也进来了吗？战茉莉说道。所以说只有你们出不去，但是外人是可以进来的。仙海少羽问。其实我族所在的附近虽说人流量不是很多，但总归也还是有的。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见到生人出现过，直到那个天龙界灵师的出现，让我族意识到是有人能够进来的。这也是为何你们3位出现后，我族如此紧张的原因。下意识的便将你们联想成那天龙界灵师的同伙了。可仙海鱼族毕竟是我远古战族的盟友，自然不会做如此事情，所以我是觉得阵法是能够隔绝外人进入的，只是特殊情况下也是能够有人进得来。战茉莉说道。那么此人有何目的？可曾与你们沟通过？楚风又问。我族与他交流，可他却仿佛不会说话，始终没有回答。战茉莉说道。你说他是天龙界灵师，可知他具体境界？楚风又问。这个不得而知，只知他的结界之术凌驾于真龙界灵师之上。战茉莉又道。你远古战族之前可有仇家？楚风又问。身为修武者，若说没有仇家，那也不现实。我们也想过会不会是曾经的仇家寻仇，但真的想不出这位与哪个仇家能联系到一起。战茉莉道。楚风有些无言，除了知道来犯者是天龙界灵师之外，远古战族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楚风兄弟，我真的觉得此人不简单，总感觉像小辈。若真是小辈，很可能是远古种族的人，经历了神族的事。我真的觉得远古种族深不可测，也许神族也并非远古种族中最强的势力，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仙海少羽暗中提醒。经过神族之事，他对远古种族已是多了一分忌惮。放心少羽兄，我心中有数。楚风暗中回道。接下来在战茉莉与老者的引路下，楚风他们见到了一座贯穿天空的黑色城墙。那城墙不简单，不仅是封锁了天地，黑色墙砖每一块都坚硬无比，且上面都刻写着符咒纹路，分明蕴含阵法之力。从那符咒纹路，楚风也能够判断阵法之力很强。而从那城墙扩散的面积来看，那城墙多半是护住了整个远古种族。如此大的面积，远古种族现在不谈，在他们先祖那个时代确实非常强大。这种城墙，那天龙界灵师还能造成危险？楚风看向战茉莉，在他看来，若是那天龙界灵师真能对这道城墙造成威胁，其实力绝对不是1品天龙，甚至2品天龙都不止。楚风少侠，这是我远古战族最后的守护屏障，外面还有一道，目前受到攻击的是那一道。战茉莉说话之时，其身旁的老者一声令下，城门打开。透过城门可看到外面一片平和。楚风等人继续前行，很快听到了阵阵轰鸣。又前行了一段距离后，远处的天际再度被贯穿天地之物封锁，那是青铜打造而成的城墙。此刻那道青铜墙壁光芒涌动，是结界之力的加持。可在结界之力加持下，那道墙壁却也在不断的颤动。轰鸣正是自城墙外传来，随着靠近，能够看到在这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圆孔，圆孔内镶嵌之物正是楚风之前打造的青铜球。那加持墙体的结界之力正是自青铜球内散发而出，只不过眼下很多球体都出现了裂痕，出现裂痕的球体数量之多，可远不止10几个，至少肉眼可见处就有近100个青铜球体都出现了裂痕。但凡是出现裂痕的球体所散发的结界之力也远不如完整的青铜球体。而最可怕的是，有很多原本该镶嵌青铜球体的地方并没有青铜球体，要么是这阵法本就不完整，要么就是很多青铜球体已经碎裂。总之，这座城墙的防护力量原本也应当极其强大，只是如今因为青铜球体的大量缺失，才导致力量大减。楚风等人还未靠近，一队人马便迎了上来，为首的正是那战牡丹。但除了战牡丹外，其两侧还跟着多位老者，每一个的气息都是真神境，许多都是生面孔，显然是一直驻扎于此的远古战族长老们。他们显然听闻了楚风的事，虽未说话，却都在认真打量着楚风，有的面带敬意，有的则是非常谨慎。楚风少侠，请你帮帮我们，这青铜球体我们安装之后无法散发结界之力，不知是何原因。战牡丹说道。楚风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向城墙的一个方位飞掠而去。他早就确认了哪些青铜球体是他刚刚打造的。靠近之后，楚风释放结界之力，随后法诀变化，刹那间，那青铜球体便释放出强大的结界之力，融入阵法墙体之中。紧接着，楚风接连到其他青铜球体所在的位置，不过片刻之间，便将那些他打造的青铜球体全部激活。伴随这股强大的结界之力的加持，就连城墙的颤动幅度都极大的减缓。这也更加确定了楚风的猜测，这座青铜城墙本来不弱，甚至比那黑色城墙更为坚固，只是因为青铜球体去了太多，才导致实力大减。这位便是楚风少侠吗？真是万分感谢啊！此刻，那些人再度来到楚风近前，长老们也是施礼道谢。谢就不必了，本来就是举手之劳。楚风说道。楚风公子，对你来说确实是举手之劳，可对我们来说却是极大的帮助。你是不知道，这道守护阵法对我族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若是它被攻破，那我族多个领地便将会被对方占领。战牡丹上前说道。自从得知楚风是真龙界灵师后，他对楚风的态度便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吗？楚风问。他想看看外面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可以。战牡丹说话间，拿出了一块古老的青铜令牌，只见其融入血脉之力，随后捏动法诀，对着前方一指，前方的青铜城墙便有一部分变得透明，外面的情况也是映入眼帘。楚风能够看到一座座高达万米、形态宛如战车一般的攻杀阵法立在远处的空地之上。眼下那些攻杀阵法正在释放结界光柱，同时对着青铜墙体发动冲击，而这强大的攻杀阵法竟有上万座之多，一眼望去仿佛是巨人大军在同时对攻打这里。楚风公子，你也是界灵师，能从那阵法判断出对方的结界境界吗？战牡丹问道。阵法之力不弱，像是二品天龙。楚风说道。原来是二品天龙吗？难怪我先祖留下的防御阵法都难以抵挡。众人感叹，他的每一座攻杀阵法都融合了至宝，所以威力在二品天龙的加持下又得到了加强。只是为何没有看到你们所说的那个界灵师？楚风询问。会不会是隐藏起来了，躲在暗中催动阵法？有人问道。可楚风却摇了摇头，现在没人催动那阵法，是阵法内的宝物在催动。没人催动吗？众人倍感意外。你们之前不是见到过那个界灵师吗？他消失多久了？楚风询问。他没有现身，已有10日之久。一位长老回道。他的攻势还有其他方位吗？楚风询问。没有了，他自打出现就从这边发动攻势。远古战族的人回道。我劝你们小心一些，最好仔细观察一下四周的城墙。楚风此话一出，远古战族的长老们顿时变得不安，他们从楚风的话语中察觉到了不好的消息。楚风公子，此话怎讲？你是发现什么了吗？战牡丹问。这些阵法的威力不弱，其中宝物来催动便有如此威力，但若是由他来亲自催动，威力无疑会更强。而宝物的力量终有尽头，这样消耗下去，宝物只会越来越弱，他这阵法也会越来越弱。他根本没有不自己催动的道理。楚风说道。确实，非要说起来，他之前现身的时候，那攻杀阵法的威力确实比现在更强。难道说他现在只是故意吸引我们注意，暗中筹备从其他方位发动攻势？战茉莉率先反应了过来。此话一出，远古战族众人脸色大变。很有可能。楚风也是给出答复。